俄罗斯大块头太嚣张，竟然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拳坛复仇。中国勇士郑兆玉直接将其扔出擂台，扬我国威，力证中国功夫。为何俄罗斯大块头对中国的报复心如此之强？那是因为中国霍元甲曾狠狠暴打了他们的俄罗斯大力士，至此俄罗斯大块头从小就在内心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俄罗斯大块头叫米哈伊尔，是俄罗斯赫赫有名的拼打型选手，只要不倒下就会拼命般往死里打。从他那凶神恶煞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家伙一定不是什么善茬。负责迎战俄罗斯大块头的中国选手叫郑兆玉，年仅23岁的郑兆玉早就蝉联了5届山东省散打冠军。17岁就在国内擂台崭露头角的郑兆玉，用了5年时间来成就自己。至今为止，郑兆玉依然是中国大级别引以为傲的中国勇士。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好，第一回合开始，我们看到是所谓俄罗斯选手先声夺人，步法跟进，组合拳法，两个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各不相让，互相之间的猛烈轰炸。回合刚开始，俩人就展开了内卫对抗。米哈伊尔不愧是一位拼打型选手，打起架来就是疯狂。郑兆玉即便是散打出身，那也很难招架住米哈伊尔所打出的拳法进攻。一个好好的自由搏击赛事，硬生生被米哈伊尔打成一个纯拳击赛事，出拳出腿的比例为7-3。这样一来，郑兆玉只需要熟悉米哈伊尔进攻的规律即可。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饿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大级别的比赛并不在于谁打出的拳脚进攻次数多，而是在于出拳出腿的精准度。米哈伊尔在频率上确实占据比赛优势，但精准度上还是略逊于郑兆玉。这个米哈伊尔为了给俄罗斯大力士复仇，看来是有备而来，不然也不会频繁逼近郑兆玉内围做动作。You think black shirts get a better kicking or boxing? 好，继续。这是个里勾腿，中国武术打法中呢，属于那个小活，做得非常小，破坏你重心。如果能跟一个后手拳的效果会更好。应该是在上肢做动作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 米哈伊尔的进攻攻势非常凶猛，又如何？还不是被郑兆玉的重拳逐一击破。虽然米哈伊尔比郑兆玉大了将近10岁，但郑兆玉的限制动作做的还是非常完美的，已经尽最大努力在保证自己的安全下，对米哈伊尔实施更多有效进攻。不过这个米哈伊尔的进攻攻势实在太过凶猛，郑兆玉一时间也很难进行招架。I think Blac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 Yeah. It's strong too.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 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第二回合开始了，米哈伊尔就像是饿了10几天的饿狼，看到郑兆玉就像是看到了一块大肥肉，即便是受到阻止，那样无法让米哈伊尔在短时间内减少进攻。一直出拳的米哈伊尔并没有实施太多腿法进攻，然而散打出身的郑兆玉也在拼命反抗，尽量在不浪费体能的情况下，让米哈伊尔主动减少进攻攻势。So much stronger physically. You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可能看到两边的拳都打得很重，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会不会说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效果会。俩人的搂抱次数也是比较频繁，裁判也在警告郑兆玉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意气用事毁掉了所有。然而米哈伊尔的进攻攻势依然不停歇，时时刻刻都在对郑兆玉发起猛攻。
懒人所打出的拳法进攻几乎都是拳拳到肉，也不知道这个米哈伊尔怎么这么抗造。他有个头，出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儿，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手带好，对，往后侧着打，护住下来。对了，他没劲了，玉哥。太没力了。我们听到场那边的教练也在指导中方的，说对方已经没什么劲儿了，可能体力下降比较快。从年龄上看呢，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所以从体能储备上，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一直不实施腿法进攻的米哈伊尔，进攻漏洞越来越大。反观郑兆玉的体能也随之下降了很多。面对体能无限且时时刻刻都在出拳的米哈伊尔，郑兆玉还是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打法来与之抗衡。不愧是来自战斗民族，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对方给接腿，但是我们看这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这腿的地方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有了，3秒，很好，玉哥不错。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回合结束了，郑兆玉也算是拼尽了全力，只能在换拳中通过一些精准击打来稳住局面，不然米哈伊尔早就抢走了比赛节奏。即便米哈伊尔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比赛节奏依然是在郑兆玉的手中，大比分优势却在俩人之间徘徊不定。来，我们看第3回合开始了，被激怒的郑兆玉不惜违规，也要限制米哈伊尔出拳的频率。扔出擂台的米哈伊尔也意识到了不对劲，遭到警告的郑兆玉并没有失去优势。米哈伊尔开始转换战术，毕竟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此时此刻体能吃不消的郑兆玉只能利用防守反击来与米哈伊尔进行对抗。反观米哈伊尔的进攻攻势又得到了增强，也不知道这个米哈伊尔的体能怎么如此充沛。本来米哈伊尔就是奔着 KO 郑兆玉去的，结果却遭到了郑兆玉的拼死阻拦。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的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腿是2比1，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现在或者是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重。事情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米哈伊尔只好继续实施赛前所制定的计划，持续对郑兆玉发起主动进攻。不过郑兆玉也不是吃素的，即便是比米哈伊尔小了10岁，那也不能让米哈伊尔轻易占到便宜。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 you know. The guy just got too many skills. He get hit with everything. 而且说从红方来讲，他的整个技术、技能角度使用的东西更多一点，切膝、腿法、拳法。Yeah, got hard. Got a lot of hard. 这几个组合呢，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ard. He got hard. He back and back. 体能不支的郑兆玉开始出现涣散的现象，就连最基本的报价都无法正常实施。不过郑兆玉依然可以打出相应的防守反击，在保全自己的性命的安全下，会持续对米哈伊尔实施有效反击。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兆玉的体能已经枯竭，再这样打下去，郑兆玉将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解读更加好，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不能光看外表。
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对。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 Yeah, nice physique.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他上肢好像看的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的。这个战术是对头的。比赛结束了，虽然郑兆玉到最后体能出现了不支，但精准的击打让郑兆玉牢牢握住了比赛节奏。只要郑兆玉不放松警惕，那么米哈伊尔就永远进入不了郑兆玉内围做动作。即便是进入到了郑兆玉内围，那也无法正常实施有效进攻。总体来说，郑兆玉别看年龄小，其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搏击小将。最后，郑兆玉以精准打击获得了胜利，成功教训了这个来华复仇的俄罗斯大块头。大家感觉郑兆玉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郑兆玉的硬气。